男人第一次去酒吧就邂逅一位性感美女，两人明明已经身处酒店房间，可纯爱战神小帅认为两人应该先交换联系方式，结果美女以男朋友会查岗为由拒绝了。 나너 귀여운 척하는 거 컨셉줄인 줄 알았는데 진짜였어? 너 존나 웃긴다. 너 혹시 모쏠이야? 美女的嘲讽让小帅坐立难安，最终两人不欢而散。只因长着一张帅脸，小帅无论去哪都有妹子搭讪，就连工作时都会被富婆要电话号码。最近小帅的生活被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改变。那天他第一次去酒吧时，一个紧闭的储物柜在他面前离奇打开，柜子里空无一物，只有一张塔罗牌静静地躺着。他随手将东西塞进口袋。次日上班路上突然发现衬衣的领口沾上了一片污渍，为了不影响形象，他脱下衬衣塞进了一旁的储物柜。等下班小帅取衬衣时，却发现储物柜里除了他的衬衣，还多出了一撮长发，这让小帅十分费解。储物柜明确标注是一人使用的，怎么会出现其他人的物品？隔天下班时路过储物柜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再次打开了柜门，果不其然，里面又多出了一撮头发。小帅随即打开闪光灯，仔细地检查了储物柜的每一个角落，可里面并没有隐藏暗格，仿佛这些头发是凭空出现的。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早就吓坏了，但小帅脑洞大开地认为这是上天给他安排的特殊缘分，甚至在兄弟给他介绍对象时，他竟反问女孩是否相信命中注定的缘分。쌍팔년 주세요. 야야야, 내가 뭐라 했는지 알아? 운명적인 만남이냐고. 女孩认为小帅脑子多少有些问题，便借口家里着火匆忙离开了。这样的结果并未让小帅失落，而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命定的缘分。于是他鼓起勇气，在纸条上写下了你是谁，随后小心地放进了储物柜。他期待着能够得到对方的回应，可等到再次打开时，柜子里仍只多了一撮头发。他突然意识到储物柜可能连接着另一个空间，于是他将事先准备好的笔记本和笔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储物柜。果不其然，当他再次打开柜子，发现笔记本上多了几行字，可字竟然是完全相反的。小帅只能拿着镜子对着看。 우연히 보관함 너머에 다른 세계가 있다는 걸 발견했어요. 진짜로 누군가 있을 줄은 몰랐어요. 거기도 여기랑 똑같은 곳인가요? 당신은 누구세요? 女人的话让小帅意识到，储物柜里的世界可能就是所谓的平行世界。随后，两人在笔记本上交流也越来越频繁。小帅敞开心扉，分享自己的生活。随着交流的深入，小帅发现对方的世界与他所处的世界惊人相似。虽然时间线相似，但那个世界里的人们与小帅所在的世界截然不同。这个发现让他既兴奋又好奇。他开始想象那个世界的模样，于是与对方的联系变得更加频繁。不久后，对方突然提出想听听小帅的声音。 小帅立即找来了录音机，然而等他真正开始录音时，却再一次紧张到结巴。好在他还是录下了自己想说的话。小帅满怀期待地将录音机放了进去。等他再次拿到录音机，平行时空女孩的声音一下击中了他的心。 왠지 부끄럽네요. 제 목소리 괜찮아요? 최근까지는 그냥 평범한 회사원이었고 两个孤独的人仿佛在此刻找到了依靠，就算隔着一个平行时空，也忍不住期待每次的交流。 小帅按照小美的分享，走过他走过的路，找到他最喜欢的四叶草。这样的情感共鸣，很快让小帅沦陷。在这样强烈的情感冲击下，他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恋爱。直到那天，小帅再也没收到小美的留言。这突如其来的失落感让他如坠冰窖，以至于小帅变得魂不守舍。在工作时，还差点把顾客耳朵给剪掉。小帅并不在乎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，他的所有心思都被突然消失的小美抽走了。等了不知多久，小美终于回话。一想到和小帅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他就不得不狠下心来断了联系。极致的情绪调动让小帅坚定了去那个世界看小美的决心。他一刻也等不及，来到储物柜面前。小美告诉他，在12点准时打开储物柜，就会打开通往平行时空的大门。于是，在小美的引导下，小帅在12点准时打开了储物柜。 果然在里面看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小帅来不及过多考虑，怀揣着迫不及待见到小美的冲动，毫不犹豫的就顺着储物柜爬了进去。进入对面的世界后，小帅发现这里也是一个地下通道，可柜子只有一个。小帅走在通道中，呼唤着小美的名字，可小美并没有出现。而他准备走出地下通道时，却发现自己怎么也走不出去。无论从哪个出口出去，都会从另一个入口再次回到地下通道。这里根本就没有其他地方，也没有任何人，更别提女孩小美了。
小帅突然就懵逼了。当他再次打开储物柜想回去时，眼前的一幕惊掉了他的下巴。蓬头垢面的女人露出诡异的笑容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关闭了储物柜。小帅被永远的反锁在了这个地下迷宫中。另一边回到现实世界的小美，靠在储物柜边上冷冷阴笑起来。她终于逃出来了，为此她可谓是煞费苦心。哪有什么平行世界，这些都是她的谎言罢了。她也是无意中进入那个虚无空间，不知道在那里被困了多久，每天都数着天数。就在她快要被逼疯了的时候，空虚的小帅掉进了她的陷阱。一个孤独渴望脱离深渊的人，看着深渊伸出了手，他会以为这是救赎，殊不知这将会把自己拉入更深的深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网恋需谨慎，见面有风险。